美国的 F-35飞行员，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问题？不是正规的大型防空雷达照射而被击落，他们是碰到肩射飞弹。放在肩膀上，一个士兵就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小型。这种小飞弹它不靠主动雷达的，所以当 F-35在飞的时候，飞弹来袭，它不知道。因为它靠的是被动的红外线导引，肩射飞弹它是被动，它只要碰到你有红外线我才打你。可是如果是红外线的话 ，F-35不知道，除非是主动雷达照了它，敌方用主动雷达照我才知道说。我被雷达照到了。这一次，川普又再度的开骂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伊朗当局对美国的和平提议的回应根本是垃圾哦。美伊停火现在已经是可以说只是靠着维生系统在硬撑着了。也换句话说，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下一场战争呢？因为川普马上有了动作，召集了国安团队正式的来开会，研拟接下来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要对德黑兰，他如果不听话的话，要来稍微修理他一下，这是川普说的。接下来可能做的行动包括恢复自由计划、护航荷姆兹的行动。第二件事情说呢，对伊朗还没有遭受打击的25%的目标，可能接下来美方就会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了。川普说完之后，我们来看到伊朗怎么回应。这个是国会议长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严厉的要来做回应。有任何的攻击，敌人将会感到惊喜。而军事行动上，马上就有了大动作，在荷姆兹海峡部署的。今天特别来看到这个是国产的加迪尔级的迷你潜舰，随时要用上场。它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正面迎战，而是它可以偷偷的潜伏，并且贴近航道之后，甚至是布设水雷。现在担心的事情是，它会不会把这个迷你潜舰搭配其他的一些武器，不管是无人机、飞弹，来做一个联合的作战。那川普接下来说要修理德黑兰，他又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行动？大使怎么看？对，现在就是说，事实上，荷姆兹海峡现在这个伊朗封锁的范围不大，所以美国几次试图想要突破进入荷姆兹海峡伊朗封锁的水域伊朗就用发射这个导弹的方式美国伊朗都说击中了2艘，那美国就是不吭气，可是呢，美国立刻就溜了，所以美国不敢在那个水域跟伊朗怎么讲这个正面冲突。只要是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死阵那个阵你一进去你知道你再强的武功你进去你也是怎么万箭穿心，因为水域太窄了，而且这里面伊朗有它的这种所谓的地对舰导弹这种地对舰导弹的话，20公里200公里射程就够了，因为那个海峡没有那么宽，对，它只要从陆基发射，你就很难逃过去。所以美国几次试探都是一打就跑，那一被发现一打就跑，那有没有被击中，美国也不说。不过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不管是迷你潜舰、水雷、无人机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小的范围。那小的范围，美军舰艇不进去的话，你也无用武之地。你这个小潜艇，你也不敢出自己的封锁范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基本上它的所谓的秘密武器还是那个超高音速导弹，那可能是比较精准的这个地对舰的导弹或者空对舰都有可能，那可能就会对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湾里面这里面的就阿曼湾之外阿拉伯海的这些现在美军的这些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主力的部件它可能会加强攻击。其实过去它一直在攻击，从来没有停过。可是我觉得伊朗基本上也不想把这个战争提高到你把一个美军的主要战舰你击中它或者击伤它。因为这一定会造成美军更大规模的报复，这种报复的话，对伊朗来讲，它不是他所预见的。所以如果美国是小打的话，25目标由他重新打的话，而不是说停战以前那种密集的打法的话，伊朗还是怎么样等比的报复。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导弹，可是它要造成的伤害跟造成的伤亡伊朗还是会控制的。因为你造成太大的伤亡跟伤害的话，那回过头来，美军就要加强。那所以就伊朗的这个这么长时间一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它会有新武器出来，可是不见得会增强对美军或造成的伤亡或者那个对美军的敏感目标它也不会轻易攻击。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基本上关键还在美国。
你看川普啊，说基本上哈，人家是靠维生系统撑着也好，可是你要打的时候，你都说稍微修理一下，稍微修理一下，以色列、伊朗就会稍微回应一下。原因是什么呢？油价，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倒不是说还有就是怕牺牲。所以这3点存在的话，川普就会稍微轻轻点到为止，修理一下，点到为止。好，这个是美国的动作，也还是有非常多的顾忌哦，主要是担心这个油价高涨对于川普接下来民调的支持度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那一边呢，美国说有这个军事行动，一边又说想要和谈。但是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以色列到现在还是不想要收手嘛，尤其是我们在军事行动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的迹象。因为呢，在11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伊朗军方宣布说有一架呢入侵伊朗西南部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的防空网给击落了。那不知道国籍，但是现在外界推测可能是以色列制的，这个是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重点是它来头不小，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小档案，是中高空长航时的侦察无人机，可以随时进行的是勤监搜的一个任务，能搭载光电、红外线跟孔径雷达，适合侦察伊朗的防空部署还有军事目标。那更尴尬的事情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是 F-35出事吗？第一架，现在是说短24小时之内，2架美军的 F-35战机在阿曼湾的上空接连发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发生什么事了呢？外界现在怀疑了，因为伊朗他不是说他会有新的一些战争的打法吗？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那干哥又怎么看？好 ，OK， 我们先看那个伊朗这个击落了以色列的那个 Hermes 900型哈，其实赫尔墨斯它就是 Hermes 的意思，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竞技神的意思。那它这个 Hermes 900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它是大型长时间滞空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待命，等你决定打或不打，可以等你20个钟头，可以等指挥官等你20个钟头，是可以长期滞空的，而且它身上带的，身上可以带着350公斤的筹载，也就是它可以带4枚地狱火飞弹，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啊，这次被伊朗的综合防空远程系统打下来啊，所以我是在想。这一架无人机你飞得太里面了，你飞得太深入了，才会被伊朗打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阿曼湾上空，2架 F-35同时遇难吗？7700我们讲过了，是紧急代码。对。那这个7700代表说它已经不可控，这架飞机我现在飞行员已经发出这个代码，就代表说我不可控了。那我们现在来看 F-35，老实讲一句，它有可能会遇到2个问题，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说，在24小时里面，2架都发出7700的代码，代表的是他们遇到了防空飞弹拦截吗？如果是防空飞弹拦截的话，发出的就不仅仅是7700，应该要发出 Mayday， 更明确的指令 ，Mayday。飞行员直接就讲了，就等于是我已经被击中了，我被击落了。可是，在24小时里面，2架都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不大？这又是一种不能够让人家能够理解的。所以，伊朗这方面也没有公布正确的资讯，美国也没有。但是我认为说，他们可能以色列的美国的 F-35飞行员，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可能遭遇到不是正规的大型防空雷达照射而被击落。他们是碰到什么？他们是碰到肩射飞弹，放在肩膀上，一个士兵就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小型。为什么？这种小飞弹它不靠主动雷达的，所以当 F-35在飞的时候，飞弹来袭，它不知道，因为它靠的是被动的红外线导引。也就是说，这个肩射飞弹它是被动，它只要碰到你有红外线我才打你。可是如果是红外线的话 ，F-35不知道，除非是主动雷达照了它，敌方用主动雷达照我才知道说我被雷达照到了，我被锁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F-35才会开始闪避、躲、发射热焰弹等等。你会被那个最传统、最原始的红外线的那个导引飞弹
给骗住了。所以军事武器本来就是这样的，越高级越精密，你越能够抵御。但是那种一个兵就可以带着那个飞弹，你更不知道代表什么。F-35你飞太低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个红外线导引飞弹啊，射程只有8公里而已，能够打得到你的话，代表你已经等于是飞得在200公尺左右那么低。好，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就要讲 F-35它的前世今生。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我跟你讲，我电脑出问题了，我必须要迫降。为什么？因为我的电脑问题实在太多了。F-35到现在你知道，上次我说过，它有800项软体到现在还没解决，800项软体问题没有解决。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一半了没有？不知道。我现在在讲一个最新的，就是说，美国五角大厦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TR3 计划现在做得怎么样？什么叫 TR3 计划？就是 Tech Refresh， 就是 F-35的升级系统 Block 4， 到现在你们公司做得怎么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很快，我们大概明年就会可以做好。那明年要做好，今年出厂的飞机怎么办？他说先用缩水版，结果日本第一个说不收，日本马上不收，澳洲也说不收。然后五角大厦说他们都不收，盟邦都不收，是美国空军自己要收吗？你还要叫我们拿这个缩水版、阳春版，不行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遭遇到软体的困难，它总共有88项升级，现在通通停摆。一架飞机1亿2千万，你告诉我用阳春的系统，日本说我不要，澳洲也说我不要，所以现在美国空军现在暂时能够收到飞机的都是阳春版，美国不会容许一个公司这样子诓他们，所以他现在到底是遇到的，我跟各位讲哈，只要 F-35遇到了电脑问题的话，它就会发出7700，为什么啊？这个水平纬度不会动了啊。然后这个姿态仪不对了，那会摔下去的嘛。所以究竟这2架 F-35在阿曼湾上空，后来紧急降落在扎夫拉的阿联酋的基地是为什么？说句实在话，被防空飞弹击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很可能不能够逃过很多军事网站的法眼。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它的电脑系统，我刚才讲那么多。它的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它必须迫降，代表它故障的频率太高了。接下来还会有第3架或第4架，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有一天 F-35再损失的话，对美国来讲，对他的对川普的脸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了。对，好，24小时内2架 F-35迫降到底是内部电脑的问题，还是外部可能有飞弹等等，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追踪。但是已经让美军是颜面扫地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要停？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色列几乎是可以说是不想要停，还想把美国再拉进战争的泥淖当中。因为呢，纳坦雅胡公开喊话说要进入伊朗，强行夺取浓缩铀，拆除它的核设施，到现在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喊话。但是呢，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是，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在此刻突然间又爆料说，阿联曾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秘密空袭，打的就是伊朗境内的一座炼油厂。那川普此刻好像是想要跟盟友开始划清界限了，他甚至跟纳坦雅胡通话的时候划界说，美伊的停战谈判是我的事，是美国的事情。那上这个又怎么看？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观察现在这个中东战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对象，它是一个变数。那在国家方面，其实就阿联酋哈，我想其实阿联酋本身它的除了它先前退出了整个这个石油相关组织，跑去北京，然后就宣布要自主独立。华尔街日报这次披露，他在4月初的时候，可能曾经去偷偷的去打了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拉万岛的石油设施，报复了一下哈。当然，现在阿联酋自己的外交部是完全拒绝评论，那么这拒绝评论也没有否认所以还是比较微妙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整个现在来讲，对于伊朗或对美国，其实都仿佛有一些意见，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个是阿联酋。不过大家其实更关注的，其实还是
纳坦雅胡，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真的有点火大，就像刚刚思明讲的，哇，就突然又爆发了。我想他已经压抑了1个多月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里头。不过其实大家比较还是关注的不是纳坦雅胡个人如何，而是川普有没有受到纳坦雅胡的影响。其实我们最近在评估，我想其实在国际上来看，因为过去就觉得说整个这场伊朗战争其实就是美国历来的总统当中，就是川普被纳坦雅胡骗，这已经几乎已经被半证实是如此了所以我们看最近其实川普看起来其实对纳坦雅胡是不假辞色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其实屡次谈到现在美伊谈判的时候，因为纳坦雅胡跟川普经常都在通电话的，可是呢这里头就有传出川普其实对纳坦雅胡直接讲说 That's my situation。他不是说 my business，my situation 是比较礼貌的，就是说我的局 ，not everybody's sales， 就是说不是别人的事。所以这里有表示说，你不要管我了，这是美伊谈判我们自己尽力，你以色列不要插嘴，也不要提任何的意见。在此之外的话，其实在早些我们知道，在大概约莫3月中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又去炸伊朗油田，在当时其实川普有火大，也有很正式的讲说不准炸。他有表达强烈，这是3月的时候。其实后来其实还有黎巴嫩美伊战争在美伊谈判开始的时候，又在炸黎巴嫩。其实这个是川普其实历来对于纳坦雅胡以色列比较凶的，他当时就说禁止，而且他讲说 enough 用大写。够了，就是你不要再炸黎巴嫩，就影响我跟伊朗的部分的谈判。所以看起来其实确实是川普对于纳坦雅胡，然后美国有些评论认为说，川普作为商人，他最讨厌被人家当傻子，被人家玩弄。他后来还是真的醒悟过来，觉得被玩弄了。但是这一切是真的吗？犹太人跟美国的关系，川普跟以色列关系真的能够就这样撇清吗？所以也有人认为他一切就为了期中选举，让川普觉得跟纳坦雅胡跟以色列有所切割、有所冷却，来满足现在其实美国国内有很多反以色列的这个声浪。好，川普这一次又再一次的暴怒了，他公开的表示说，伊朗对于停战方案的回应是他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呛说，接下来美军只要2周的时间就能够完全的摧毁所有伊朗的目标。听完了川普的发言，伊朗也没有再客气的，他说伊朗不是为了取悦川普而谈判的，还说川普通常不高兴的时候，情况反而对伊朗来说是更好的。我们来看到福斯新闻最新来自于 Fox News 的报道，中东火线再次的引爆，这一次地点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一艘美国的商船在波斯湾遭遇了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让美伊冲突在升级之后，成为美国商船首次直接被攻击的一起事件了。除了说看到伊朗方面直接进行开火之外，我们来看到伊朗也毫不遮掩的说了，我们自制的轻型潜艇已经在波斯湾执行海底潜伏的任务了，并且革命卫队站出来警告，飞弹跟无人机现在都已经锁定敌方了，随时我们都在准备可以来开火。那么他还说，凡是配合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都可能会遭到拦截，甚至是开火阻拦等等。接下来要担心的事情是，伊朗的各种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已经从被动的防守变成主动的针对荷姆兹海峡这边做更多的攻击。那么寄出的武器包括了蚊子快艇，还有水雷无人机、暗制的飞弹、自杀攻击艇跟小型的潜艇等等，都是美军方面现在最害怕的一些武器。好，接下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伊朗现在是拒绝停火了，无人机也直接扫。刚刚看到的是美国的商船原本的蚊子舰队就已经让美军极为痛苦了，现在还再加上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些军事武器，不管是潜艇、水雷、无人机，不对称的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是压力快速的上升当中，美伊战争有没有可能全面重启？舰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个14、15日这个中美的习川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川普可能就会放开手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伊朗的也就是我们看到霍姆兹海峡的部分，也可能是那个谈判桌上面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但是呢，以现在为止那个川普对于这个伊朗他的提案呢，他说完全不可接受。为什么完全不可以接受呢？也就是因为
它有关于浓缩铀啊，有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其实都不是川普所想。那至于说文字舰队的部分啊，其实那个我们看到在停火之前啊，它所有的也就是文字舰队，无论是空中的见证者136，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它都是这种很小的小艇，甚至连20尺都不到啊。那这种小艇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它非常类似啊。之前我们的前参谋总长所提出的这一个逆中飞弹突击艇啊，那它其实它可以带2颗的这一个反舰飞弹。那这个反舰飞弹呢，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20公里啊。那这一个部分其实是美国最伤脑筋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它一出动啊，它不是1艘2艘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每一个黄框起来的这一个点，通通都是我们讲到的文字舰队啊。那现在对于美军来讲，美军的击杀的方法就是派出这一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直接用地狱火飞弹来攻击这一些小艇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数量太多，那而且其实它没有办法及早侦知。为什么没有办法及早侦知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在战前的时候，美国对于这一个一连串的从波斯湾一直到以色列，它都部署了一系列的各型的雷达，包含了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也就是铺路爪，那包含了萨德雷达，其实通通都是。但是现在这些通通都已经被击毁。击毁之后呢，其实现在美军靠的是什么？美军靠的也就是 RQ-4， 以及呢它的这一个预警机。那但是这个预警机呢，它不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波斯湾国家的机场起飞的，它是由这一个我们讲到的布希号打击群以及这个林肯号打击群上面起飞的。那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使用这一种透过这预警机来指派目标，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A-12B 导，或者是我们讲的联合接战能力，其实都是这个部分。那如果现在它的目标获得这么困难的话，其实它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些快艇啊，或者是无人机，为什么这么难防？原因也在此。至于水雷的部分，大家很喜欢讨论啊，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核心，我们现在有看到任何一艘邮轮被水雷攻击吗？那个我们不知道是伊朗或者是美国哪一方提出来的假讯息。好，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是在这一次的美伊战火最新的这个伊朗不断的祭出各种的不对称作战，让美军很紧张。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伊朗不断的在消耗它的这一些军事武器，但是他现在说，其实他跟俄罗斯之间早就已经悄悄的开辟一条来自于纽时的最新揭露，这个叫做秘密的生命线。好，地点呢其实就是在里海这边了，一共是4个港口，而且呢这4个港口甚至是24小时不停止来做运作的。那它向伊朗输出的东西包括了这边根据纽时的报道，有这个无人机的零组件、军事设备、小麦跟各种的粮食。刚好伊朗先前在战争中损失了大概60%的无人机战力，正在迅速的重建当中。而且重点是里海不像波斯湾一样这么容易被美军给掌控哦，所以美国的智库也说，里海对美国而言几乎像是不存在一样。另外一方面，真的这个来自于俄罗斯跟伊朗完全不害怕，他干脆也故意关闭了这个卫星定位讯号，让美军是追踪变得更加的困难。赖老师怎么看这个里海的秘密补给线？这一直存在啊。从战争的初期，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啊，伊朗的武器弹药比原本美国的情报还有以色列的情报估计的还要多。大家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它是从什么管道，还是之前就已经储备好了？可是理论上讲不应该储备数量这么大，因为伊朗在跟美国、以色列交战的时候，他们的本身的输出量也很大嘛。那消耗量这么大，怎么可能补充的这么的快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应该有一条秘密管道。那原本他们以为是从这个货柜轮他们把它关掉一些讯号，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伊朗的港口。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好像不太对，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封锁追踪的过程中，
最后确认大概是在里海。那以色列也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对里海的这个伊朗所属的恩泽利港，那么进行了攻击，进行了轰炸，也就是想要切断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这些武器这个是已经有发生的事情。是。不过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对于普丁来说，他在上礼拜接见这个伊朗的外长的时候，他就表明了很清楚的态度，他会继续支持伊朗应对美国跟以色列的这场不正义之战。这个最主要的全因是来自于美国跟欧盟一直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交战。那美国、欧洲提供给乌克兰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对于俄国来说的话，那凭什么我不能够给被打的伊朗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所以事实上，俄罗斯他们就建立了这个秘密的管道。那这个秘密管道事实上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才被发现。是。那会被发现，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去轰炸的时候才引起他们的关注，那才去研究了解这条管道。那原因在哪里？因为里海是内陆海。里海内陆海不是美国所能管辖得到。那美国管辖不到的话，俄罗斯他就从他的里海这个地方把他的物资都往这个地方送到伊朗，从港口，也就是从里海的俄罗斯端送到伊朗的这一端，然后再进来以后再送进伊朗的本土里面。他有送什么呢？目前一般的估计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发动机，还有就是电战机、抗干扰器还有就是先进的导航设施，另外它的各种类型的弹药、导弹，他们都有给。还有据说柳树应该有至少给500套的这个便携型的防空导弹，至少2500枚的这种防空导弹都有给供应。还有一种说法说，很有可能俄罗斯也提供直升机，只是它目前来讲，这个伊朗的直升机，我们有时候看到刚刚小镇长在介绍那个文职舰队，就是那个导弹快艇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上面有直升机，那个直升机应该不是美国的直升机去攻击的，它是伊朗的直升机，所以他们的判断是认为那个直升机也应该是俄罗斯所供应的。那如果说伊朗本身发展出一套就是在岸边，就是我们讲的白色海军，它本身地对空的这种便携型的这种导弹系统的话，那这个会牵制住美国用阿帕奇或者是用通用直升机对于伊朗这个文职舰队的一个空对地的攻击，因为它本身就产生了制空的一种作用那另外还有当然就是比较强大的过去所传说的，例如说 S300啦，S400到底有没有给？这一点还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过去俄罗斯有提供伊朗 S300的这些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所以我们从这边的角度来看的话，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在供应伊朗所需要的所有的武器弹药。在这个部分里面由于在目前停火了嘛，以色列也不可能再去轰炸了，所以伊朗的弹药快速的获得补给，也可能跟这条秘密管道有关。好，所以五角大厦看在眼里看到俄罗斯不断的透过在里海的这个秘密管道提供给伊朗，不管是刚刚提到的防空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的发动机跟零件，所以五角大厦现在非常非常的头痛尤其他们现在最担心的还有就是无人机，他们说呢，伊朗正在海量的生产当中，而且根据英国这边做了一个最新统计，每个月可以生产高达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呢，美国财政部现在开始疯狂的制裁了，不管是制裁伊朗，或是制裁相关协助伊朗的国家，说呢，针对于伊朗的无人机供应链、军工企业、中港相关公司以及外国金融的机构都会来做制裁。但是重点是这些国家会怕吗？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近期也公开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那聂老师又怎么看？OK， 长臂管辖这个名词在这个大国博弈，尤其地缘政治中谈得非常久当然非常清楚的，美国有些东西真的做到了，它完全封杀的长臂管辖。中国也看在眼里，其实这个忍辱吞声已经非常久了。我先讲一下长臂管辖在金融面，其实美国真的是做到，就是 US Dollar 和 Germany 叫美元霸权从这个 Bretton Woods System 到现在，
它真的可以用它的美元控制全世界，甚至金融机构等等。可是你刚谈到的有所谓无人机、军工这个中港相关的企业，以及所谓的外国金融机构，那金融机构它还是有办法你只要得罪了我，就让你在美国投资的任何用美元的你这个金融机构就要受罚，或者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可是你要知道，中国当然一定会反随你的长臂管辖。在科技方面，我讲金融面，美国实际上真的达到了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但是科技面它想要，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现在别的国家崛起的时候，你也没有一个制度，像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协议，让你的美元能够称霸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因此呢，只要你实力够，就可以突破它的长臂管辖。因此，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中国当然不会让它挡嘛。就算挡你也挡不住，就这么简单。所以答案很简单，长臂管辖在美元真的美国做到，但是假设你要在科技在军工上现行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你讲的不对称战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以这个实力硬实力来讲，请问你用客观看谁比较厉害？当然是美国嘛。美国这么大的巨兽，开玩笑 ，F-15在这个第5代战机全球怎么排名都现在目前还是第一嘛那因为那个我们讲的，我们对岸的6代战机还没有真正这个只是试飞而已。不管怎么说，实力上美国第一，可是持续战、消耗战，美国相反过来了，变成反而在比较上变成不对称，是美国大输。所以你这就非常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很怕再战，而且一直想要急于谈和谈的原因。你看现在伊朗很淡定，不是伊朗没有损伤，伊朗损伤比你大。伊朗呢讲不好听，实力也比你弱。可是伊朗呢，就是有点像以前那个国民党、共产党的小米夹步枪的方式，就无人机呢打你这个重装备的方式呢，它就可以把你打到708，打到你消耗到你最后，你会发现你现在真的好的这个武器呢现存的越来越少，而且你的库存也开始量不够，最后还更重要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它的后勤实力不够，所以美国你会不会怕？因此你会发现，我们算一下数字刚刚讲多少多久1万辆一个月1万架。请问一天多少？330。请问1小时多少？一天工作11小时好了，1小时30架。一直这样量产。请问这种没有人在里面的无人机，不用生命威胁的，只要去攻你美国相关的一些军事基地，只要你惹我就对人反击，美国消耗得起吗？因此这种不对称战争打下去，美国真的会很怕。你就会发现美国急于抢和谈，而甚至这个他玩不下去了。而伊朗甚至前一阵子外交部长还讲出一句话说：“我们还没开始玩真的。”奇怪，你明明实力比人家弱，怎么敢讲出这样的话？非常清楚，因为他已经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在整个不对称战争已经打到消耗到他可能消耗不起了。好，只是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开火来扣船，结果酿成了一个大乱。这个乱子，等一下我们特别一起来看。那伊朗呢，现在则是反收手，要来收任何的通行费用。川普呢也试图要分裂在伊朗内部的2个政权，包括了神权跟他的世俗派结果破功了。今天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在此刻中东也求中国大陆能够来出手救整场战争。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美军对伊朗的货船开火，并且呢舰炮先瘫痪，在空降登船，而这已经不是执法了，被视为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吗？第二件事情，川普在极限施压之下，伊朗没有崩溃，反倒是启动了制度化的反制，收紧内部的这个控制，也强化革命卫队的权力。更危险的伊朗战时体系在这个时候全面成型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当能源价格跟这个能源市场油价全部暴涨的时候，盟友转向大陆求稳，那中东秩序正在重写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川普自己所做的一个证实他说美军对伊朗的货船，这个货船是图斯卡号开火，并且呢强行的登检，并且扣船。画面也特别显示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画面显示了美军的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并且可以看到旋翼升压底。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从绳索上，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快速的垂降，
目标就是伊朗的图斯卡号。更震撼的事情在此了，美军是在这个登船之前就已经先直接的开火，而且是怎么样开火呢？消息指出，美军的驱逐舰是连续一共3次的时间，以它的这个 MK45的舰炮精准射击，直接是击穿了货船的引擎室。那么当然了，货船是直接失去动力，被迫停船，被视为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登检行动啊，这根本就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吧？因为从头到尾可以看到，他先是6小时的警告，结果没有效之后，美军就直接开炮，之后就空降。直接登船了。那事件爆发之后，当然了，荷姆兹海峡局势又变得更加紧张了。结果呢，造成美军是宣布已经迫使27艘的船只直接掉头。英国消息也指出，26艘涉及到伊朗的航运，这个时候突然间全部突破封锁，荷姆兹海峡的秩序越来越失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了，这个我们看到刚刚美军的这些动作，先用这个舰炮瘫痪这个船只，然后直升机它就空降，在此刻登船，这一系列的操作，如果说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伊朗也在复制的话，那接下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变成伊朗他也去反扣押西方的船，做一样的军事行动？那舰长怎么看？你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些行动哦，其实在实际海上做都有非常高的风险性哦。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问你一下，我是海军。今天有一艘船在这里，第一，我要把它击沉，这是一种；第二，我要把它临检，然后扣押下来。我刚刚说这两个，一个是消灭它，一个是逮捕它，哪一个容易？消灭容易啊！你逮捕它，你要跟着它去追呢。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什么临检那么容易？你看他追了6小时，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而且那个船非常大，那个油轮是10几万吨、20万吨的，你知道？你到最后只好，就有那种火炮攻击他一次。其实那一种警告，就算你没有把我打不动，我也会停下来，因为开玩笑，再跑你会继续打我。但是他这个东西是它有它的困难度的。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有多少风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哦。那个直升机在那降落的时候，那是如果这个船上拿出了一个刺针飞弹呢，当场就把它打掉了，对不对？因为你往哪跑，就这么明显，就在你前面。第二个，就算我不拿刺针飞弹，你一个直升机下来能够降落多少的陆战队的这特战人员？你下来之后，如果我船上也有20个特战的呢？谁说我船上一定就没有？你下来我把你抓起来，把你当人质。你看美国不是有一个人质丢在那个伊朗，动员了多少人去？如果你这个整个陆战队被我抓到当人质呢，我就继续走啊。而且第三，我再跟你讲，你把它扣押好了，一艘船你给它扣押到哪里去？在那里那个叫做哈曼湾那里，你现在只有1个，如果是20个、30个、40个呢？多少个船是堵在那里的？你知道，你实际去执行就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而且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美国敢做？因为它是美国，就这么简单。伊朗敢做吗？你试试看，伊朗敢做，直升机在那里悬在那，可能就被打掉了，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你打掉。就是他们2个是不一样的。像美国是强国，他真的可以说，我可以做一些很冒险的事。谁敢指责我？我现在先说第一个，美国已经触犯国际法。我就犯国际法，你怎么样？我川普从来不遵守这些法律的。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充满了风险性的，可是我就是不怕，因为没有人敢来挑衅我。这就是他的自信。那反过来，伊朗，你说伊朗会比照这个？我认为绝不会，因为伊朗有各种其他的方法，他不必去冒险。我举个例子，封锁，伊朗说我封锁这个海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只嘴巴讲说我封锁，你试试看谁敢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有太多手段去封锁了。好比说陆军的，我有多管火箭可以打过去，你必死啊！那海军的，我有弓箭的飞弹打那个船的飞弹，有超音速的。那个还有一个空军的那个叫做什么无人机，还有你知道伊朗有很多的潜舰啊，它可以从水下打那个重型鱼雷打你。还有伊朗有3000枚到5000枚的水雷，我布了。就是伊朗说我今天要封锁，没人敢怀疑他，为什么？他有太多手段了。所以他的能力证明他可以封锁。其实我什么事都没做，我也不封锁。但是我说不准人通过，你试试看就不准人通过。这就是这个的控制权在伊朗的手上。可是我告诉你，美国行不行？美国不行，
美国要躲得很远，因为他还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去追一艘船就把它折成这个样子。10艘，你看看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了，扣押到押到哪里去？货物怎么办？你就抢走啊？不可能的，这个国际有国际法，所以美国现在就是在说拉高态势，我就是逼着伊朗要接受这个我们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好，谈判前期，我们看到美国的手段很多，包括这种刚刚舰长特别帮我们看到这个高风险的这种军事行动。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军事上面的行动之外，在内部，美国也试图借由不同的手段来控制分化伊朗内部的政权。那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政论家，他是 Steve Turley 做的一个分析。他说，川普也试图让伊朗的内部2大势力给分割掉，包括了第一个是革命卫队比较激进派的，第二个是比较支持核的总统团队的这一派。那也让这个内部现在很尴尬的原因是说，如果去跟川普谈的话，那么革命卫队呢就会失去抵抗的合法性。但是不谈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内部确实经济也在崩坏，汇率失控等等，那让总统跟世俗派也很难稳定住当地的政权。那另外一方面，德黑兰他现在其实呢看到目前的眼前的这些状况，他也想办法要去解决，从制度化开始解决。于是革命卫队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他划设了一个叫做拉克走廊，那么宣示未经许可是不可以通过的。国会最新也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法案，是说呢要推动了一个最新的法案，说敌对国的船只需要强制的支付通行费，然后他会把30%的费用投入在军事，70%稳定内政。上志哥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其实对于整个美伊战争的部分，看到川普的状况，他当然是在一边谈判，那么一边的部分又在整军经武，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川普现在始终都有2手策略，好像很有余裕，每一样只要能够往前推进的话，它都可以带来这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实的状况，其实是川普现在状况最合适他的成语叫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那而他其实最大的关键，回过头来是他的判断吗？没有，他主要是在最原始之初是听了以色列纳坦雅胡的判断，当时以为整个炸一炸，然后把哈梅尼跟几十个人领导班子全部弄掉，以在伊朗当中的这种通膨跟被制裁了几十年这样子的问题，马上伊朗就会推翻了。然后整个推翻之后，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伊朗问题。当时的思考就是这么无知或这么单纯，而不要忘了，是以色列描述给川普的哦。以色列每一任的美国政府都这么说，可能没有人家的总统，没有美国的其他总统就轻易的信了，因为会听自己的情报系统。美国自己的情报系统，从先前那个肯特跳出来，你就知道美国本人情报系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他们在那边那么多人，有军事的情报体系，有 CIA， 他们认为其实伊朗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应该轻易动武。所以呢，辗转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就是缺的就是一锅粥在那里，没有错，还在谈判，有2手策略，蛮厉害的，很会谈判。但事实上，现在往什么时候结束，到底会是地面部队呢，还是真正能够谈出结果，没有人知道。然后全世界随时上上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这次当中最大的影响是，终于在中东这几十年，20线弹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美国彻底，包括在波湾国家跟全世界信用破产。美伊在对抗，要不挺美国嘛，要不挺伊朗。全世界没有什么太多人挺伊朗，连中国、俄罗斯也没有明着挺伊朗。所以，但你说其他国家挺美国吗？没什么人挺啊。我想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只要表明没有挺伊朗，我们比如说加拿大卡尼，加拿大现在最近在起联邦选举的部分其实就可以聊自由党过去非常非常小，在现在还在继续选举补选的过程当中，已经变成最大党了。原先执政好几十年的保守党看起来就完蛋了。就是说，整个能够过国会半数，所以你看，最近意大利不是也是很凶吗？对川普骂得很凶，因为意大利也马上要选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要现在涉及全世界2026年地方选举的，包括韩国，当然又包括我们台湾、印度、菲律宾这些有比较规模的选举当中，对于美国的态度都比较谨慎，因为民意的部分都没有那么挺美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怕伊朗还是要挺美国，其实都不一定。但是慢慢看到，随着国际态度松动，像西班牙这个很强烈的，其实就是在批评以色列。至少我没有骂你美国，但是我骂你以色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动啦，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个58吨人道的这个救援的物资，也直接就送到伊朗了。而你也看到，伊朗除了荷鲁兹海峡的争议之后，现在他在陆路，无论是中伊铁路跟中国之间，乃至从巴基斯坦这里延伸到土耳其的内部，你可以看到伊朗除了在准备军武之外，他还是想尽办法不要断供哦。而且这些内陆的部分，长久以来本来就一直是伊朗面对国际制裁当中民生或持续有国家实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这些他们都没有停止。好，确实哦，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欧洲啊内部的盟友，或者美国自己欧洲的盟友，或者是中东的盟友，现在态度都开始针对美国越来越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松动。尤其呢，最近呢，他们反应最大的事情。还包括了，因为油价实在是涨太多了，能源价格也是狂飙，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包括了油价现在单日暴涨6%，欧洲天然气的价格狂涨，高达11%，全球损失5亿桶石油，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所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是直接找上习近平，希望中国能出面推动停火，是不是川普真的自己亲手把主导权让给中国？干哥怎么看？好，现在我觉得哈，你去想想看，全球已经损失超过5亿桶的石油供应，5亿桶价值多少？500亿美元呢？光打这50天的仗已经损失这么多，再打下去，你想想看，要损失多少？听说这个5亿桶原油哈，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伦敦希斯洛飞到纽约啊。再从纽约飞回去，飞1整个月的油钱就是这个价钱。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所有产油国都受到影响，卡达啦、科威特啦、巴林啦，这些都受到影响，都减产。本来一个月生产1600万桶，现在只剩下400万桶，剩下1/4而已。那是不是很可怕？所以现在出现了反水的状况。什么叫反水状况？那2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美国的始终，卡达更不用讲，这2个国家不约而同，我觉得他没有约好。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什么？你知道？他说这个我们很担心了，在接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用美元计价了，因为美元的供应可能不足了，所以说除非美国你能够保证美元能够充足的在市场上供应，不然的话以后我们要改用人民币来计价，你有什么意见？这个话一讲出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不是在军事上哦，是在金融上啊。就是说，美元不够啦，你能够确实供应吗？你仗打成这样，你能够确实供应我们的美元计价在油价上面？不行的话，我就用人民币计价了。这个就是找你那个你心里最痛恨的那个点呢，就把你踩下去。你知道，川普最恨的就是这一点。你既然说要用人民币计价，你简直是踩到我的红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什么时候有这个胆子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再来换另外一个国家叫卡达，卡达就更奇怪了。卡达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检讨，美国再用我们的基地，乌代德，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就在卡达，乌代德不给我用，那怎么行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卡达都说我们要检讨，以后美军如果要进行攻击伊朗的行动的话，不可以从我们卡达的领空经过。你反了！你们这些国家都反了！你们竟然敢讲这种话，挑战我美国的权威。一个是要用人民币计价，在这个购买原油上面；另外一个是不让我的空军在卡达的基地降落。那老美现在是碰到了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当然，这些国家可能在反映出他们对美国继续入侵伊朗的不赞成。为什么？他们会受害，伊朗的无人机会打他们嘛？他们已经被打得很惨，帆船饭店都被打中了，大家没看到吗？不想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反水造成美国将来对于中东的盟邦，它能够提供什么保证？我看也是很难的。所以基地没有了，然后要用人民币计价，我看川普半夜他都会气得跳脚了。